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在如今的社会，患上疑难杂症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按说，以当今社会的先进医疗技术，应该很快就能治好这些疾病，但是结果往往是治疗了很久也不见好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疾病都是因为心病引起的，所以今天小编想来和大家聊聊，我们该如何治愈心病。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前段时间，小编突然听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著名中医罗大伦先生居然放弃了自己的中医工作，改去讲《弟子规》《道德经》了。不仅仅是他，在北京甚至还经常听说某个中医大家不坐诊了，跑到深山里开始修习心法修炼，远离俗世凡尘，当了仙风道骨的修行人。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有名的中医都开始从治疗身体疾病向治疗心病转型了呢？因为当中医越久，越会发现医术在有的疾病面前的无力和脆弱，所以并不是医术不行，而是因为病症并不是出在身体上。小编曾经听过一个90多岁的国医讲座，他说：“我这辈子治好的病人很多，但是治不好的病人更多。”国医啊，他的水平不高吗？那为什么他的治愈率却这么低呢？因为很多病只从术的层面来解决的根本无能为力，心事为病，心病为灾，诸多疾病的产生其实都是由心病引起的，所以从根本来讲，要先治心。对于医生来说，来了一个陌生的病人，连面对面诊断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更别说治心了，连辨别身体外在的所有症状都来不及，后面又还有一大堆的病人排队等着看诊，谁还有多余的时间来听你讲心事？心事是什么？心事就是不开心，不能对外人说的事情，即使说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老板一直不给你升职加薪，孩子总是不结婚不生娃，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不回家，或者不管自己有多努力的工作，始终达不到需要完成的业绩。而这些心事往往会导致你的情绪低落，心情烦闷。这在中医学里面有个专业术语，叫做肝郁。正常人的肝气应该是舒畅调达的，因为肝气有疏泄、畅达全身气机的生理作用。如果这个功能出现了障碍，人体的血、津液的运行疏布，脾胃之气的升降，情志的调畅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从而生出许多疾病。原运动的古中医学的作者彭子义先生就曾说到，万病由肝而起，肝气郁结就会生出各种病症。若是普通心事，肝郁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心情烦躁、难以入睡、头顶偏头痛、胁肋胀痛、乳房肿块、甲状腺结节等等。如果由心事恶化变成了心病，小病就会慢慢演变成大病，中风、肿瘤、心梗等致人死亡的疾病也就随之而来。曾经有位医生统计了下来，他这里看病病人是否有什么忧心的事情困扰着他们，结果发现有的病人只是因为烦恼家中的女儿都快40岁了还没有找对象，结果这样一件心事就演变成了心病，患上了中风偏瘫。有的病人他的孩子结了离，离了结，可就是没有生出个孙子，让他很是犯愁，结果愁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开始莫名出现各种疼痛症状，怎么也治不好。最痛苦的时候必须要靠注射激素来缓解身体的疼痛。还有位得了抑郁症的高中老师，是个老好人的性格，结果导致了每年学校都让他去带毕业班的学生，这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他就得上了抑郁。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身体的治疗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就算吃了很长时间的药，只要暂停后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该怎么痛还是怎么痛。俗话说得好，心事不去，小病难除；心病不去，大病即来。所以到底该怎么才能治好心病呢？其实很简单的3个字就能解决：想开点。在《金刚经》第5品中有这么一句话：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相，凡是形体构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分别心在起作用。
人类是多么的渺小，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往往离真相还相差108000里，所以别整天沉迷于自己的想法中不能自拔。那些困惑、痛苦、悲伤、郁闷，跳脱出来以后，你会发现真的不值一提。再往后过几年，当你再回头来看当年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人和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若鸿毛，一笑带过。现在的老年人为什么癌症、中风、老年痴呆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因为如今的老年人心里对孩子的事情放不下太多，想掌控的事情太多，心病太重了。当父母想控制孩子的人生而不成时，这种越界的控制力就会回弹，最终让他们自己开始失控。而失控的具体症状可以表现为肢体的失控、血压的失控、血糖的失控，甚至是思维的失控。我们可以看看周围出现上述失控的人，是不是很多都是性格强势，而且控制欲又很强的人。所以为了防止自己失控，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开点。父母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了，每个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如何选择是他们的权利，不需要父母来把控他们的人生。而年轻人之所以重病缠身，则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对于物质上的欲求不满，最终导致了他们心生郁闷。工作、收入、孩子、伴侣，来自多方面的物质欲求围绕着他们，因为欲望太高，导致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将物质欲望降低，那不满也会随之降低，也就是常说的知足常乐。所以与其求助医生来治疗身体上的病痛，不如先降低自己的物质欲望，求人不如求己。当然了，人们活在世间都是肉身凡胎，又怎么可能没有俗世的烦恼和忧愁呢？但是要谨记一点，只要不想生病，遇事就得往好的地方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人如何对你，这个世界如何对你，那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当然也不要自作主张的去干涉别人，也别让别人轻易的干扰到你。大家同样都是为了生活，活好自己就行了。因为你放过别人，才是放过了自己，否则最后受伤或者被病痛折磨的始终都是你自己。当然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要真正做到想开点，你还必须得学会忏悔和宽恕。人为什么年纪越小越快活，越大越痛苦？因为越长大，生命的污染越多，而没有清洗，所以越痛苦。忏悔就是用来清洗心灵世界的方法。对于忏悔，小编在往期节目中已做了比较详细的分享，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翻阅看看。而宽恕是原谅别人的错，不要再把别人的错放在心中。简单来说，这两种方法是用来清理两种垃圾的。忏悔是清理自己的垃圾，宽恕是清理自己拿回家里的别人的垃圾。相当于你自家的垃圾你自己拿走吧，不拿走我就扔掉，我才不会帮你收藏呢。苦已经过去了，每天去回忆这些怨恨，每天去回忆别人怎么伤害自己，回忆别人的缺点，这不就相当于在自己身上带了一包垃圾，没事儿的时候还拿出来研究研究吗？所以凡是我们不满意的，凡是我们讨厌的，凡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都要去宽恕。这些工作是必做的，不是每天做一次，而是应该时时刻刻都这么做。这叫什么？这就是修行。我们总以为修行是高深莫测的，结果修了很久还不太见效。而按照这几个方法去修行，不仅简单，还绝对有效。当一个人真正被宽恕后，你闭着眼睛就想不出他对你仇恨的样子。当有一个人你真正宽恕了之后，你再把他观想出来，过去仇恨的面容就会慢慢变成微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表明你真正做到了宽恕。让我们一起去宽恕那些曾经对不起我们的人，伤害过我们的人，刻薄过我们的人，得罪过我们的人。原谅他们的过错，就是宽恕我们自己。如果能做到如此，心病就能不药而愈，诸多疑难杂症也会随之消散。百病由心起，遇事想开点。
小编明白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小编只希望你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每天往好的方向迈出扎实的一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心得体会，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